同性恋人在杀死自己的伴侣后，若无其事地跑去和情人约会。今天要讲的案件是一起女同性三角恋谋杀案。案件的主人公尼克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。2007年，他因杀害自己的同性恋人丽贝卡·克莱因而被定罪。丽贝卡是一名大学毕业生，她从事着与残疾人相关的工作。尼克则在一家销售摄像头的安保公司上班。两人在一起已经超过了7年的时间。案发前，他们刚刚一起买了新房，正在计划装修。邻居都说两人是一对和睦的恋人，他们没有任何经济问题，看上去非常甜蜜。但尼克却偷偷在和别人约会。尼克的背叛成为了两人悲剧的转折。2007年3月17日，警方在一辆福特野马的后备箱中发现了丽贝卡的尸体。她的手脚被胶带捆绑，嘴上塞着手帕，双眼被蒙住，头上还套着塑料袋，因窒息而亡。4天后，尼克被逮捕，并被指控犯有1级谋杀罪和隐瞒杀人罪。警方认为尼克于2007年3月15日杀害了丽贝卡，也就是尸体被发现的2天前。据了解，尼克将丽贝卡杀害之后，当晚还与另一名19岁的女子罗斯索达罗约会。罗斯是他在社交网站上认识的，两人的关系已经保持了1年多。尼克曾告诉罗斯，和自己住在一起的丽贝卡是他的室友，而尼克在杀害丽贝卡当天还约了罗斯打保龄球。之后他将罗斯带回了家，并且发生了性关系。他们在家里度过了1整夜，期间尼克把福特车钥匙给了罗斯。这个行为很奇怪，因为丽贝卡的尸体还藏在后备箱里，不知尼克出于何种目的。总之，令人震惊和可怕的事情几乎同时发生着。其实尼克对罗斯的行为也很奇怪，他一会儿说自己在911事件期间是纽约市的一名消防员，一会儿又说自己因为酗酒患上了肝癌。他甚至把罗斯带到殡仪馆陪他挑选葬礼的棺材。在他杀害丽贝卡的第2天，老板打电话来询问丽贝卡没去上班的原因。挂断电话，尼克开始掩盖他的罪行。他报警称丽贝卡失踪了。警方当即做出反应，并通过和他们周围的人交谈展开调查。就在那时，尼克撒了一连串的谎。他告诉警察和其他人，他和罗斯不是情人关系。警方要求检查那辆福特汽车时，尼克声称自己没有钥匙。最终警方拿到了搜查令。当他们打开后备箱时，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。丽贝卡的眼睛被蒙住，嘴里塞着头巾，她的身体被胶带捆绑着，而杀死她的塑料袋仍然套在她的头上。警方怀疑尼克就是幕后凶手，原因主要有2个。首先，尼克对他和罗斯的关系撒了谎。其次，丽贝卡购买过一份保险，尼克是唯一的受益人。如果丽贝卡去世，尼克将获得40万美元的保险金。尼克的审判持续了2周，他的辩护律师强调，尼克的背部受过伤，无法制服比自己重40磅的丽贝卡，更没办法把他的尸体藏入车中。控方将150件物证呈上了法庭，其中包括捆绑丽贝卡的胶带和罩在他头上的袋子，上面布满了尼克的 DNA。检方还指出尼克有明显的作案动机，他们认为尼克有了新的情人，杀害丽贝卡后不但可以获得保险赔偿，还可以让罗斯搬进来一起住。罗斯也被传唤到证人席上，他指证了尼克所说的谎言。他还透露，尼克曾把那辆属于他和丽贝卡的野马汽车送给了自己，而当时丽贝卡的尸体就在车里。尼克坚称自己是无辜的，并辩解自己否认和罗斯的关系是担心别人的议论。关于消防员是为了迎合罗斯对伴侣的幻想。尽管尼克没有认罪，但控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说是压倒性的。最终陪审团花了13个小时认定尼克有罪，他被判处1级谋杀罪。但他的辩护律师成功地让法庭相信这起案件不是有预谋的。最终尼克被判处50年监禁，他将在76岁时才有资格获得假释。案件落下了帷幕，没有人知道尼克杀害丽贝卡是为了钱还是为了情，也许2者都有。但是当他把车钥匙拿给罗斯的时候，谁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嫁祸给对方呢？